小纯捏碎传送符，虽难免会受伤，可逃走还是能做到的。且看那白家族长狰狞的神情，似乎不像作假。可白小纯习惯稳妥，他双目闪动，没有半点迟疑，直接捏碎了传送符。轰！在白家族长右手抓来的刹那，白小纯的身影在那传送之力中蓦然消失，使得白家族长一把抓空。他眼看白小纯逃走，仰天大吼一声：“你逃不掉！”白家族长气得胸膛鼓起，袖子一甩，踏着魂舟再次开启紫色大帆，按照天人老祖留下的神印继续追击。也就是半炷香的功夫，在另一片区域，正在疑惑中逃遁的白小纯还在考虑刚才的事情。若真的有其他人埋伏，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逃走，应该会出动才对。难道说真的是这白家族长一个人追来了？白小纯觉得很不可思议。可实际上，他虽在白家祖地内经验绝伦，且逃出了天人老祖的一抓，可在所有人看去，他毕竟只是结丹大圆满。虽逃出天人老祖的神通，可在众人的判断中，这里面取巧的成分太大了。无论是传送符还是煞魂钉都是如此，而唯独让元婴修士顾忌的就是白小纯的12色火。可这种火，若是元婴修士拼了命，也依旧可以无视。更不用说这白家族长是元婴中期，他有绝对的把握能击杀白小纯。白小纯隐隐有些恍惚，还有这白家族长居然可以准确的找到我的位置，难道是巧合？白小纯正思索时，内心一动，猛地转身，他双目收缩了一下，立刻就看到远处赫然有一道紫光正急速而来。那紫光内的正是白家族长，居然又追来了，而且明显是一副知道我位置的样子。没有浪费丝毫时间，直接锁定白小纯。双眼一闪，他心脏加速跳动，虽难免紧张，可却明白自己没道理再逃了。元婴中期白家族长，这是你逼我的。白小纯低吼一声，这一次没有逃走，而是肉身之力在这一刻全面爆发出来。轰鸣中，他的身体看似如常，可实际上不死长生宫第3层的力量已经扩散全身，如同一个人形的暴龙般。白小纯大吼中，向着来临的白家族长猛地一步迈去。这一步落下，他的速度也随之施展，其速之快，化作了一道残影，超越了闪电，一路破空，直奔白家族长。而白小纯觉得自己的速度还不够撼山撞，他内心低吼，直接展开了不死卷的秘法。顿时他这本就惊人的速度刹那攀升，轰的一下，他的身体如消失一般，出现时赫然就在了白家族长的面前。右手抬起，似将全身的力量凝聚在手中，向着白家族长狠狠一捏，展开碎喉锁。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都是电光火石间发生，快得让人无法置信。尤其是白家族长这里，更是双目猛地收缩，可随即就狰狞起来，找死！他双手掐诀，向着四周一挥，立刻一层紫色光幕在他身上膨胀出来，形成了一层防护。这防护是他修为凝聚，更是法宝之力蕴含。他神色内带着煞气，竟也发起了狠，向着白小纯这里狠狠地撞去。逆子，你修为虽出乎老夫意料之外，可你这肉身之力，我就不信还能出乎我的意料。白家族长低吼中，刹那间就与白小纯这里越来越近。远远一看，二人似2道流星，在这一刹那，于这半空中直接就碰触到了一起。在相互碰撞的刹那，天地轰鸣，似乎虚无都要崩溃爆开，一股惊天动地的巨响猛烈的回荡八方。那声音超越天雷，震耳欲聋不说，更是让这虚无都仿佛坍塌下来，出现了一道道空间裂缝。一声凄厉的嘶吼从白家族长口中传出，他整个人喷出鲜血，身下魂舟直接被卷开。他的身体在这一刻如断了线的风筝，急速倒退，头发有些散乱，面色变化，他的双眼更是如见了鬼一样，带着无法置信。仰天嘶吼，你不是白浩在二人撞击的原地？白小纯这里也身体一颤，全身酥麻。这种撞击他已经很久没有经了，也正是这一次的行为，让他忽然的意识到自己原来肉身之力这么强悍了。这撞击不但没有让他觉得痛苦，反而在那酥麻下有种很舒服的感觉。这就让白小纯双眼冒光了，可他没有时间去体会。此刻眼看白家族长出其不意的被自己撞飞，失去了先机，白小纯目光他一闪，此刻振奋无比的向前一步走出时，右手抬起一拍储物袋，顿时就取出了周一星的那把大弓，直接拉开，趁着白家族长失去先机的功夫，一口气竟开弓射出上百箭。
此功不需要有形剑使，一旦开功，就可凝聚自身魂力在内，形成魂剑。白小纯的修为虽不是魂力，可在面具的改变下，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嗖嗖嗖嗖，眨眼间，上百剑就从白小纯手中呼啸而出，如同一场剑雨，似要撕裂一切。以那种横扫八方的气势，刹那间就直奔白家族长而去，速度之快，已然破空。轰鸣中，随着第一支箭在白家族长面前爆开，其他的箭矢陆续爆裂，形成的轰击与波动，让白家族长面色不断的变化。他呼吸急促，此刻来不及多想，正要闪躲，可就在他欲避开的瞬间，白小纯目露奇芒，眉心的通天法眼在这一瞬蓦然睁开，随着睁开，一道紫光从他的通天法眼内轰鸣而出，直接就落在了白家族长身上。遇白小纯大吼中，白家族长内心咯噔一下，脑海掀起大浪。他骇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居然出现了一瞬间的停顿，这一瞬的停顿，代价就是那上百箭矢在白家族长四周几乎同时的崩溃爆开。苍穹扭曲，大地颤抖，看不清其内的身影，只能看到模糊一片，甚至白家族长身边的一处高山也都在这些箭矢的崩溃下直接坍塌。可就在这时，一声怒吼从那崩溃的箭矢内猛烈地传出：“你还没有资格灭杀老夫！”这声音内蕴含了极度的憋屈，更有狂暴的怒意。这愤怒里带着对自身的被羞辱之怒，带着对自己亲眼看着爱子死亡的疯狂之怒，更带着一股似乎若白浩活着，仿佛无时无刻都会有人对他这白家族长质疑、指指点点的阴郁压抑之怒。种种怒意凝聚在一起后，白家族长的声音还在天地间回荡时，一个巨大的魂拳直接就从那箭矢崩溃的地方，从那模糊的扭曲中狂嚎而出。这魂拳足有100丈大小，看起来惊天动地，完全是由魂组成。这正是白家的秘术之一，万丈魂拳。只不过说是万丈，可是以白家族长的修为，显然远远做不到。但100丈还是绰绰有余。说时迟，那时快，这100丈魂拳的出现极为突兀，眨眼就划破长空，瞬间就直接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前。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回荡冲击四方时，白小纯面色也跟着变了，身体猛地后退。就在白小纯退后的一瞬，白家族长的怒吼咆哮还在这片天地间回旋。轰鸣间，第2道100丈魂拳蓦然出现，带着撼天之威轰轰而来。随后是第3拳、第4拳，眨眼间竟从那扭曲之地一连轰出了9拳，一如先前白小纯的连珠箭一般。9道魂拳如同9种法印，让天地色变，风云倒卷，此刻全部轰出，落在白小纯的身前，齐齐崩溃。哪怕白小纯后退闪躲，可也都无法全部避开。在那一连串的轰隆隆的巨响下，白小纯身体噔噔噔的不断后退，他气息有些波动，双目收缩。这是他第一次与元婴中期进行这种生死之战，他此刻也有所判断。元婴中期的修士以自己眼下的战力，在不施展分身时，虽可以纠缠，但却无法灭杀。不过即便是这样，可也证明了如今我白小纯已经不是当年了。白小纯心底给自己打气，长长的吸了一口气，双目一闪时，忽然的从那扭曲的虚无中，白家族长在轰出了9下魂拳后，身体从其内竟猛地一冲而出。他披头散发，目中带着狰狞血丝，在冲出的瞬间，整个人化作了一道匹练长虹，直接杀向白小纯。白家秘法百鬼夜行在冲出的瞬间，他的声音如同从九幽传来，阴风阵阵中，他的神识也猛地扩散开来。与灵犀宗的秘法不同，白家的这是神识化鬼，在这秘术下，此刻的苍穹分明是白天，可在白家族长的四周方圆100丈内居然出现了黑夜，一片漆黑，就连光也都无法穿透其内，如同一轮黑色的太阳。更是在这黑色中，此刻突然的出现了上百双眼睛，这些眼睛一个个都是血红色，凝厉无比。在出现后，有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咆哮激荡天地，随后居然从那黑色的太阳内直接的冲出了上百厉鬼。那些厉鬼全身都是黑色，头生双角，手有利甲，双目赤红，血盆大口，全身散出无尽阴气。在出现后，如同百鬼夜行一般，环绕在白家族长的四周，向着白小纯吼叫中，随着白家族长恶狠狠的一指，立刻这些厉鬼就直奔白小纯而来。他们似乎与阳光相悖，在冲来时，阳光竟在他们的面前退避开来，使得这群厉鬼一路冲去时，
如黑夜不断的扩大范围逆子，我看你如何不死！声音带着无比的恨意，传遍四方时，白小纯心头一颤。这些厉鬼看起来就很可怕，但好在进了迷宫，还有在蛮荒这里用魂炼火后，他对于鬼物不如以前那么恐惧了。此刻看着那些张牙舞爪、正嘶吼而来的厉鬼，他双目一凝，我就让你好好看着我是如何不死的！白小纯右手掐诀一挥，顿时他身体刹那间就出现了重叠虚影，他的火分身瞬间走出。这一幕让白家族长惊愕之下，双目猛地收缩。分身，你居然有分身！火分身与白小纯本尊一样的容颜，一样的修为，一样的肉身，一样的强悍，唯独不一样的是，这分身上还存在了一股似隐隐与天地融合的火属性的气息。此刻在走出后，立刻就与白小纯本尊一起，向着那来临的百鬼直接一拳轰出。分身的出现，可以说让白小纯这里的战力直接暴增1倍。此刻一同的出拳，顿时就在白小纯的前方形成了风暴。这风暴冲天而起，与那来临的百鬼直接就撞击在了一起，声响传遍四方。在这轰隆隆的碰撞声中，白小纯与其分身同时闷哼一声，立刻倒退开来。而那白家族长也是面色变化中退后几步，可却怒火更炽，杀心更坚。哪怕你有一具分身，也依旧没有资格不死。白家族长吼声中向前一步走出，竟在这战场上直接瞬移出现时，赫然穿梭一切，降临在了白小纯的身边。右手抬起，居然掀起了千丈魂雾，向着白小纯这里狠狠的一拍而下。瞬移我也会，白小纯猛地抬头，全身寒气疯狂的爆发开来，方圆数千丈内立刻就形成了一片冰寒之地，如同他的世界更有一面面寒境。随着白小纯的心意而起，在白家族长那一掌落下的刹那，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白家族长的身后。右手抬起，反倒向着白家族长一掌落下。在这一掌出的同时，他的火分身一样出手，更是在白小纯本尊的身体上面重叠之影再次出现。第二具分身木分身瞬间走出，在走出后没有丝毫迟疑，抬起右手与白小纯本尊与火分身一起同时拍击而去。该死！白家族长一看之下面色急变，猛地转身，右手随之掀起，千丈魂雾逆转，赫然与白小纯本尊以及两大分身同时彼此轰击，碰撞到了一起。砰砰轰轰，剧烈的声音让这八方颤抖，大地都出现裂缝时，白家族长面色苍白，身体急速后退。他死死地盯着白小纯，目中依旧充满杀意，但其中却有难以掩饰的无法置信。还有分身，你到底有几个分身？他实在是心惊了，追杀白小纯的困难程度让他骇怒无比，而每多一个分身，对方那里就如同多了一个人，战力更是暴增。我就不信你还有分身！白家族长狠狠一咬牙，身体一个瞬移，再次冲向白小纯。白小纯与其两大分身此刻在那之前的冲击碰撞下退后，一样面色变化，可他心中却是振奋无比。他此刻已经明白了，两个分身的自己与元婴中期实际上还是有些差距的，可一旦自己召唤第三具分身，则这差距瞬间就可抹去。若是四大分身都出现，他有信心与把握可以镇压元婴中期。我的天啊，这就是天道元婴吗？而我现在还仅仅是雏形，只是分身阶段，远远谈不上圆满，可就已经能如此厉害。白小纯自己都有些难以置信，他胸膛激动的有所起伏，眼看着白家族长再次瞬移杀来，白小纯目光一凛，同样瞬移。很快的，二人就在这半空中不断的相互轰击起来。渐渐的，就连那白家族长也都看出来了，这该死的白浩似乎没有展开全力，而是在借自己来熟悉与分身的配合，且对方的战斗感悟很是惊人，竟在这熟悉下，其战力飞速的攀升起来。这一幕让白家族长感受到了极度的侮辱，他嚎叫中双手猛地抬起，目中竟透出幽光，双手掐诀下，竟从他的身上飞出了9个魂塔。这9个魂塔内同时传来咆哮，飞出了无数的冤魂。这些冤魂每一个都似与其他的魂有些不同，在出现后竟不是冲向白小纯，而是直奔白家族长的双目而去，居然钻入他的身体内。白发融魂，白家族长猛地抬头，发出了一声凄厉中似带着痛苦的嘶吼咆哮。那些顺着他的双眼钻入的魂留在了他的身体内，甚至从皮肤上都可以看到浮现或凸起了一张张面孔，
使得他整个人直接就臃肿起来，模样大变的同时，他全身的威压也在这一刻不断的强烈起来，而这种危险的感觉也在这一瞬浮现在了白小纯的心神内。在自己没有达到天人境界时，或者再降低一个层次，在自己没有成就天道元婴前，任何一个元婴强者都不能小看。元婴初期或许还能好一些，可元婴中期这一类人，哪怕一生都不能达到元婴后期。可也正是因此，他们更多的时间已不是放在了试图突破上，而是放在了自身的杀手锏中。如这白家族长，他不是没有可能踏入元婴后期，可哪怕是这样，他也依旧将很大一部分心神都放在了自己的杀手锏中。这白发融魂就是如此，吸收冤魂入体，承受被万魂吞噬的痛苦，从而激发自己的一切，继而通过秘法去操控万魂归一，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中介，爆发出惊天动地之力。这种秘法就算是他一旦动用，对自身的消耗也是极大。可眼下在那怒火中，在欲杀白小纯的心无比坚定中，他已经不在乎了。我要你死！声音都变了的嘶吼从狰狞的白家族场口中传出时，仿佛有上万人在同时咆哮，使得天地色变，风云逆转，更是掀起风暴，向着白小纯扑面而来。白小纯面色变化，神色凛然，看着白家族长此刻那不成人形的模样，他也心惊。给我死！白家族长仰天一吼，双手抬起，身体内爆发出了无穷黑雾，这雾气凝聚在他四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头颅。这头颅一样狰狞，此刻将他的身影淹没后，向着白小纯这里轰鸣而来。随着靠近，虚空都一路坍塌，大地出现裂缝，四周的山峰更是在这冲击中被碾压的粉碎，方圆数千丈直接成为了凹陷下去的盆地。死死死！鬼哭狼嚎般的嘶吼被不同的声音从这巨大的头颅口中疯狂地传出时，白小纯的神情凝重，他的身体在这一刻再次出现了重叠虚影。水分身一步走出，这一刻三大分身齐出，环绕在白小纯本尊四周时，在那庞大的头颅呼啸而来的瞬间，白小纯的怒喝一样声震天宇。人山诀轰隆隆，随着声音的传出，白小纯的本尊顿时就膨胀起来，四周天地间凭空出现了无数的巨石堆积之下，白小纯的身影消失，一尊高达100丈的巨大的石人赫然降临。准确的说，不是一尊白小纯的三大分身，此刻同时也都展开人山诀。顿时在那轰鸣下，第2尊、第3尊、第4尊石人同时降临后，这4大石人齐齐向着来临的白家族长化作的巨大头颅轰击而去。4大石人出手，让天地都仿佛震动，刹那间就与那白家族长秘法化作的头颅在这半空中碰触到了一起，巨响震荡回旋9天，撼动幽冥大地，更有无法形容的冲击向着四周奔雷般的翻滚而过。这一次不是数千丈，而是数万丈，整个大地如被一掌抹去，苍穹扭曲，咔嚓之下，一道道裂缝被直接豁开，那巨大的头颅猛地震动，缩小了大半。与此同时，白小纯的本尊与3大分身全部倒退而去，鲜血从他嘴角溢出时，咔咔之声也在回荡。石人身体上出现的裂纹如蛛网般迅速蔓延，很快的，白小纯本尊与3大分身化作的石人竟在这半空中全部爆裂开来。随着爆裂，他的本尊与分身齐齐后退，抬头时，白家族长化作的那缩小了大半却依然巨大的头颅传出大笑，那笑声带着阴沉鬼气森森。逆子，你还有什么手段？随着笑声，这雾气形成的鬼头带着疯狂，带着杀机，带着歇斯底里，向着白小纯这里轰鸣而来，似要一鼓作气的将白小纯直接形神俱灭。没想到3具分身在他秘法下也都有些不敌白小纯。深吸口气，目中露出果断。他本打算余留一些手段以防万一，可眼下2人战到了如此程度，依旧不见外人出现，白小纯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那天人老祖必定是因为一些意外或其他缘故无法亲自追来，而其他的白家族人或许也会追来，可显然都不比这白家族长如此疯狂，所以在速度上也都不如他这里追击的这么快。毕竟其他人对我的仇恨远远不如这白家族长啊！想到这里，白小纯再没有犹豫，他目中露出强烈的战意。在这战意下，他的身体虽还是有些颤抖，可这种本能是他至今还无法避免的。他的道是长生，本不愿打打杀杀，因为他害怕死亡。
可偏偏这一路走来，很多时候他不得不打，甚至必须去拼命，才能避免被杀，从而使自己活下去。在那本能的害怕中，却是咬着牙去战斗，已经慢慢变成他的常态了。天人都杀不了我，你区区一个元婴中期，岂能做到？白小纯心底大喝一声，双手掐诀中，立刻他身体上重叠之影再次出现。他的第4具分身土分身，在这一瞬赫然走出，4大分身全部降临，环绕在他本尊四方。这一刻，仿佛形成了某种阵法，在出现的瞬间，立刻让苍穹响起了天雷，让大地莫名震动，让这四方云层也都轰然溃散。这一幕，白家族长看到后，不由得倒吸口气，神色大变，可却咬牙低吼，不惜透支自己的生命，使得其魂物化作的头颅更为狰狞，气势再起，轰轰而来。白浩，这就是你的父亲，为师就带你，让他明白他与你之间的差距，是他这一生都无法想象的。白小纯内心惋惜的轻叹一声，随即深吸口气，在这4大分身降临的瞬间，他的右手猛地抬起，向着四方狠狠一挥，水泽仿佛指挥一般，他的4大分身一样如此动作。水泽4大分身加上白小纯的本尊，同时施法，顿时这方圆万丈的大地，在这一瞬直接就化作了一片水泽之地，浓郁的潮湿气息更是刹那弥漫四方，大地似乎也都松软下来，万丈范围与水汽中一片模糊，一股洪荒之感眨眼间降临这一方天地，如同将这万丈范围从蛮荒分割出去，成为了独立的世界。这一幕再次让那白家族长瞪大了眼，面色越发难看，甚至隐隐透着一丝苍白。可还没等他靠近，白小纯目中掠过神采，右手在那一挥下，向着大地狠狠一按国度，他的4大分身同时这般声音融在了一起，激荡在这片天地中，轰轰隆隆砰砰着巨响，如同心跳的声音。在这一刻，于这万丈范围内，让天地色变，让空间颤抖，一根根利刺更是在这一刻直接从这大地内惊心动魄的冲天而起。在那粒刺下，有5座无法形容的山峰拔地而出，遮盖了苍穹，庞大无比，足以让人触目惊心。这5座山峰有些弯曲，漆黑无比，似要穿透虚无，正是白小纯本命之兽的兽爪。这兽爪依旧没有完全展开，只是露出了指甲，可掀起的气势之强，让白家族长那里哪怕施展了秘法，可也都如萤火面对浩洋一般，发出了凄厉的尖叫，一股强烈的让他全身所有血肉都在颤抖的恐惧，无法遏制的从他全身电闪而过。白家族长，他修行至今，除了面对天人老祖外，还从来没有如眼下这样的骇然与惊恐。急促起伏的胸膛透露出他的震步，双眼睁得大大的。他有种强烈的预感，就算是自己的杀手锏再强，于这看不到样子的巨兽的一爪下，也都必定是湮灭如灰。不，我不能死！他气息沉重而紊乱，此刻在这尖叫中，居然不再冲向白小纯，而是转身就逃。他内心早已骇恐到了极致，他即便做梦也都不会想到，自己那逆子居然这么强，强到了让他无法面对，让他感到恐怖的地步。他绝对不是白浩，可就连家族阵法都无法看出端倪，他到底是不是白浩？白家族长内心思绪纠结，可在那强烈的无法形容的死亡阴影下，他只能憋屈的逃遁，拼了自己的全力，哪怕去燃烧修为，燃烧寿元，也要逃。若是不逃，他必死。可他的速度虽快，但那抬起的兽爪落下的速度更是快到匪夷所思。水泽国度，这白小纯在灵犀宗内感悟的神通，始终都没有完全显露出来过的本命之兽，在白小纯融合了天人魂，形成了分身后，曾在红尘女的面前突破了以往的利刺，露出了兽爪。而现在这显现出的兽爪，比之前白小纯面对红尘女时还要庞大一些，气势已模糊了天意。那抬起的爪子虽露出的依旧还是弯弯却锋利的指甲，可在这指甲下已经能看到了漆黑的如大地一般的存在。那漆黑的大地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地面，而是白小纯这本命之兽指甲下的兽掌。无法想象这兽掌若是全部显露出来，会有多么不可思议。白小纯此刻的心神也一直都在震动，他的目中露出强烈的渴望。他渴望有那么一天，自己的水泽国度施展时，他的本命之兽可以完全降临，哪怕只是将这兽爪完整的降临也行啊！白小纯呼吸急促下，胸膛也有些起伏。他试着想象，若真的有一天
兽爪完整的出现，那么必定可以彻底的遮盖一方的苍穹。取而代之后，随着落下，怕是就连天人也都要在那如天崩压顶的威势中感到绝望。一定会有这一天。白小纯满心憧憬时，那抬起的兽爪指甲猛地落下，向着白家族长那里直接就拍了过去。气势之城已经隐隐的具备如苍穹压顶般的雏形。在白家族长看去，天空已经被那5根弯曲的山峰完全取代了。随着轰鸣而来，他的目中透出绝望。不，他在这不甘心下，在这绝望中，在这疯狂里，不惜代价的将自己的杀手锏，将全身化作的魂物头颅猛地抬起，向着那来临的兽爪之山嘶吼挣扎，全力阻挡。轰轰之声让这天地仿佛在这一瞬失去了一切避障，好似纸糊的一样被轻易的撕开。惨叫声凄厉至极，随着兽爪的落下，全部淹没在了那滔天的巨响内。大地震动许久，随着兽爪的消失，随着万丈水泽的散去，随着飞扬的遮盖了视线的尘土也都消散后，大地上露出了5道深深的烙印。在那正中间的烙印内躺着一个人，嘴角带着鲜血，全身骨头不知碎裂了多少，若非胸口还有轻微的起伏，怕是会被人认为已是尸体。正是白家族长。在白小纯那前所未有的水泽国度下，这白家族长也都无法幸免。可他毕竟是元婴中期的强者，而白小纯也还没有成为元婴修士，战力虽强，却做不到一击让其形神俱灭。不过在水泽国度如此神通之下，这白家族长已经受到了重创，奄奄一息。但凭着其修为以及强悍的生命力，如今依旧还有一口气。苟延残喘中，他试图挣扎，可却悲哀地发现自己全身骨头都碎裂了不少，已经无法动弹，眼下只能死死地盯着白小纯。惨笑中，那目中的恨意已经无法形容了。逆子，你有本事就杀了我！白家族长艰难地喘着粗气，怒吼的声音此刻也都微弱得很。他心中的悲愤已经如大海一般将自己淹没。他不愿相信眼前之人真的是白浩，可他无法想象，若对方不是白浩，为何家族阵法难以察觉？且他了解天人老祖，从天人老祖的语气里，他能看出，哪怕天人老祖似乎也都看不出这白浩身上的端倪。难道他真的是白浩？白家族长内心满是疑惑。此刻答案是什么，他已经不关注了。不管是不是，他若有可能，都会毫不迟疑地将其彻底灭杀。求死！白小纯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一晃之下，他四周的4大分身化作光芒，融入他体内，消失不见。白小纯这才慢吞吞地来到白家族长身边，绕着此人走了一圈，确定了这白家族长的确是重伤无法动弹后，这才蹲下身子拍了拍白家族长的头，眼睛一瞪，恶狠狠地吓唬到：“老实点！”你白家族长睁大了眼，本就滔天的怒意，此刻都也要冲破天际了。这种行为在他看来就是大逆不道，根本就是对自己更强烈的羞辱。那种曾经自己与对方是天与地，而眼下却是地与天的感觉，让他气得发疯了。逆子，逆子！白家族长气急，直欲爆炸。此时一口心头血喷出，竟晕了过去。我只是拍了拍啊，没用力。白小纯有些心虚，琢磨着这毕竟是白浩的父亲，若在水泽国度神通之下，杀了也就杀了。但如今这种情况下，自己若真的杀了，似乎有些不好。且活着的白家族长比死去的白家族长更有用处。于是眼珠一转，罢了罢了，我也不是一个喜欢打打杀杀的人，这白家族长还有很多用处，拿来做护身符似乎也不错。白小纯想到这里，轻咳一声，立刻双手掐诀，在这白家族长身上不断乱拍，连续下了上百道禁制后，还觉得不放心，于是又取出一些丹药给白家族长灌了进去，这才安心了。先是收了白家族长的储物袋，随后他找了根结实的绳子，融入法力后，使得这绳子坚韧无比，于是将这白家族长拴着，直接就拎了起来。哈哈，这护身符在，我看白家何人敢对我出手？白小纯得意无比，他越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聪明了，这么两全其美的事情，自己居然都能想到。可惜这老家伙毕竟是元婴中期，我的搜魂作用不大。不过他能准确的找到我，一定是有印记般的存在在指引，从而确定了我的方向。白小纯若有所思，想到了白家天人老祖之前对自己的出手，他双目一闪，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给我留下了印记的。白小纯摸了摸脸上的面具，此刻也琢磨出来了，自己这面具虽厉害，
能隐藏自己的面貌与气息，但对于这外来的印记却是很难抹掉。有什么的，我出手的话，自己都害怕。白小纯给自己鼓励打气，强忍着后怕，身体向前一步走出，直接踏上苍穹。在这前行中，他时而回头看向身后，那被自己用绳子拴着，如放风筝一般的白家族长白浩若有灵，应该不会不乐意吧？我可是他师傅。白小纯咳嗽一声，速度加快，呼啸而去。那狂风吹在白家族长脸上，很快他就清醒过来，看到自己的状况后，这白家族长惨然中，目内带着怨毒，向着白小纯不断的低吼诅咒：“孽子，你不得好死！”白小纯毫不理会，继续飞行。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3天。这3天里，白家族长的声音都沙哑了，可还是在不断的诅咒辱骂。到了最后，白小纯也都开始生起气来了。闭嘴！你这老家伙有完没完？再说，我白小纯转身怒道：“杀了我！”白家族长置若罔闻，死死地盯着白小纯，嘶哑地咆哮着：“放心，小爷我不杀你，可你若再有半个字吐出来，小爷我就扒光了你！”白小纯愠怒道。他这番话语说出后，那白家族长猛地瞪大了眼，虚弱下的胸膛却是剧烈的起伏，脸都憋红了，张了张口，可却不敢再说出哪怕一个字。眼前这逆子说的话，在他看来，这不是威胁，而是真的能做到。一想到自己被扒光后吊着，他就感到极度的羞辱，这令他异常恐惧。当下立刻让他身体不禁哆嗦了几下。一看恫吓居然有效，白小纯立刻眼睛一亮，笑了起来，不好怀疑地扫了扫白家族长的全身。这目光让白家族长身体颤抖的同时，怒意翻腾，可却不得不强行压下内心的苦涩与疯狂的愤怒，已经快要将自身焚烧。只是他不敢去挑衅了。他身为白家族长，若真的被这么做了，那么他死也就罢了，死后还会成为整个白家乃至整个巨鬼城势力范围内的笑话，甚至传遍整个蛮荒。这笑话即便是多少年后，也依旧会被人津津乐道去嘲讽。这一幕让白家族长头皮都要炸开，只能咬牙，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白小纯看到白家族长的样子，心底软了一下，可又想到此人对白浩的态度，白小纯就目中露出寒芒。这种人犯不上去同情。白小纯转身一晃，继续逃遁。途中他也研究了白家族长的魂舟以及那紫色的小旗，这2样物品虽不错，尤其是那小旗，就连白小纯也都吃惊。这小旗内烙印了10万的印记，都是与速度有关，消耗虽大，可若能展开，可让速度爆发到无法形容的程度，就算是白家族长也都没办法全部展开，实在是这消耗之大，无法想象。白小纯估算了一下，若是全部展开，差不多1个呼吸的时间，就需要消耗10枚中品魂药。这种消耗，就算是白家也都承受不起。最重要的是，这魂舟与小旗上都有白家的天然老祖的印记，在没有完全破开前，是无法将其化作己用的。且这2样物品都已被炼灵了11次。白小纯看着旗上被隐藏起来的经文，叹了口气，知道自己短时间无法借助了。不过给我一些时间，我或许可以用通天河水将其慢慢腐蚀。白小纯心里琢磨着，索性将这2样物品扔到了通天河水的大桶内。那魂舟在没有施展前，也已然缩如巴掌般大小。被白小纯扔到了桶内后，白小纯的心神收回，双眼眯起。还有我身上的印记。白小纯皱起眉头，半晌之后，他深吸口气，双手掐诀，在自己身上不断拍打，使得全身气血都沸腾起来。按照某种规律，在体内不断的一圈圈游走洗刷。一边如此，白小纯一边继续逃遁。时间流逝，又过去了3天。这1日的晌午，白小纯正及时时，忽然神色一动，猛地转头看向身后。很快的，他就看到在身后的天地间，此刻有一道长虹正气势汹汹地飞掠而来。长虹内是一个老者，这老者乘着魂舟，速度极快，那一脸风尘仆仆的样子却遮盖不住狰狞与杀机，直奔白小纯。此人白小纯虽不知道叫什么，可却眼熟，认出正是白家一位元婴族老，修为似乎还是无限接近元婴中期的样子，属于嫡系一脉。又追来了，还是一个。白小纯眨了眨眼，咳嗽一声，索性停顿下来不走了。可就在白小纯这里看去的瞬间，那正急速而来的老者也猛然间看到了白小纯身后被拴着的如风筝般的白家族长。一眼看去，老者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猛地倒吸一口凉气，身体竟于高速中一瞬间就停顿下来。族长被生擒，这怎么可能？
他的脸上带着不可思议，这实在是太让人无法相信了。四怎么也没想到，就连自家的族长都居然被人生擒，这一幕让这老者内心很是压抑害惧。他在修为上不如族长，现在族长都被生擒，自己这里出手的话会怎样？老者看着族长的凄惨模样，心底惴惴犹豫不定。不管是因为什么，没必要为了这件事去冒险。老者额头冒汗，想到此处便没有丝毫迟疑，猛地就一把取出传送符，毫不迟疑的一下捏碎，轰的一声，他的身影瞬间就消失无影，吓跑了。白小纯不由呆了一下，这也太识时务了吧，比我都怕死，还原因呢，他都做好了将其继续生擒下来欺负，再多放几个风筝的打算。此刻挠了挠头，又看了看那闭着眼似在咬牙切齿的白家族长，白小纯嘚瑟着，有些遗憾的笑了笑，这护身符还真有些作用啊。白小纯振奋，拴着白家族长，美滋滋的继续飞出。从这一天开始，白家族人的身影陆续的增多了，可毫无例外，每一个支脉的在看到了白小纯身后被拴着的白家族长后，都吸了口气，毫不犹豫转身就走。白家族长此时不得不让自己昏死过去，能生擒白家族长，这已经证明了，不管白小纯用的是什么办法，除非他们修为在白家族长之上，否则的话都会危险。可也并非都是这样，依旧还是有白家嫡系的族人凭着神印向着白小纯这里追杀而来，见面后立刻就围攻而出。面对这些杀气腾腾的家伙，白小纯也是目中寒芒冷厉，毫不客气的大展神威，顿时就血染苍穹。甚至这一路上看到白小纯拴着白家族长的，不仅仅是白家族人，还有蛮荒内的其他家族，以及巨鬼城势力内的魂修与其他炼魂师。这些人也有一些亲眼目睹了白小纯的呼啸飞过，在看清了这一切后，一个个都大为吃惊。此人是谁啊？那被他拴着的似乎是白家族长不能吧？在这越来越多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又或者是听说了这一切之后，种种哗然与议论顿时就在巨鬼城范围内慢慢传开。原本这些传闻都是大家暗中去说，自身也并非很确定，可很快的，当白家祖地的事情被其他两个家族与巨鬼城的使者也都暗中的传开后，顿时就如同是水珠碰到了滚油，直接就爆炸开来。什么？白家出了麒麟子，斩杀白旗，抢走天人魂，更是在白家天人老祖出手下依旧逃出。他逃出后，其父白家族长亲自追杀，可却被此人生擒，拴在绳上，如遛狗一般。此事很多人都看到了，天啊，这白浩他这是叛出白家了。此事闹得越来越大，也引起了太多人的关注。当关于白家派出大量族人去击杀白小纯，可却被白小纯那里反杀的消息也都陆续的传开后，这件事情顿时就彻底的轰动了王城。王城内的各个天侯以及其他家族的人纷纷动容，都知道了白家出了一个叫做白浩的麒麟子。此人不但夺走了天人魂，叛出白家，更是绑了他的亲爹，杀戮族人无数，心狠手辣。据说此人在白家忍辱负重，曾经备受欺凌侮辱，甚至数次生死，可他隐忍下来，直至祖地开启的一刻，全面爆发，一鸣惊人。这些算什么？这白浩我听说他炼火资至今天，修为更是结丹大圆满，非同凡响。白家竟如此短视，不过这白浩也够狠的，居然绑了他亲爹。整个巨鬼城势力范围内如今都在议论纷纷，实在是随着消息的一个个爆开，白小纯这里的举动没人不被惊到。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虽没见过白小纯，可如今他们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隐忍阴沉、资质逆天、六亲不认、冷酷无情的形象。不但那些家族与天侯知晓了此事，就算是王城内也是这样。此刻在这巨鬼城的中心有一座巨大的雕像，这雕像的头顶存在了一处王宫，在这王宫内有一个高大的身影，穿着一身王袍，正站在围栏前，背着手遥望整个天地。这身影不但雄壮，更有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似他站在这里就可以碾压一切天意，天人在他面前都要颤抖，仿佛他所在的地方哪怕是天地也都要低头。傲凌苍穹，那是一个中年男子，相貌极为俊美，棱角分明，目中带着身为上位者俯视众生的神采。他默默地站在那里，似乎一个人就镇压了一方天地。此人正是魁皇座下蛮荒四大天王之一的巨鬼王，地位之高，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尤其是如今皇权孱弱的时代，四大天王任何一个都是跺脚，
能让蛮荒地震轰鸣的真正的大人物。白浩有点意思，巨鬼王轻声开口，目中露出一抹奇异之芒，思忖一番后，忽然淡淡一笑：“吴长恭，你走一趟吧，找到这白浩，带来巨鬼城，给他安排个身份好了。”巨鬼王声音冰冷，嘴角的笑容也带着深意。随着他话语回荡，立刻在这雕像的左手上，那里一样存在了一处宫殿。此刻宫殿内快速走出一个老者，这老者沧桑无比，可目中的光芒却是如同日月，身上的气息更是隐隐与天地融合。他赫然竟是天人境界，尊王命。老者抱拳深深一拜，转头一晃，消失在了虚无中。白家让他死，我偏要让他活，三大家族嘛，你们应该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吧？我看你们谁敢先跳！巨鬼王冷傲一笑，白浩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子罢了，生死他本不在意，可与白家有了关联后，却成为了他试探白家的一张牌。与此同时，在白家城内，此刻的白家所有族人大都沉默。这段日子因白浩的事情，整个白家如同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外界的种种议论使得白家这里也都有些要承受不住了。白浩的叛族击杀白旗，夺走天人魂，随后更是生擒了白家族长，使得白家嫡系族人在追杀中被反制，灭杀不少。这一件件事情让白家这里全都人心惶惶，尤其是白家的内部也在这一刻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那些支脉纷纷冒出，以白浩之事为一个突破口，开始攻讦主脉白浩。那是我白家真正的麒麟子，可却被你们主脉逼到了叛族的程度。这种天之骄子，若是他还在我白家，一旦他成为元婴，必定可让我白家的地位再次攀新的高度。这样的言辞在这些天越来越多，似乎白浩那里越是璀璨，主脉这边就越是被动。虽欲杀白浩之心强烈到了极致，可偏偏他们无可奈何，就连元婴中期的族长都被生擒，其他人又能怎样？而如今主脉中唯一的一个元婴后七族老也都外出追杀白小纯了，若他还是失败了，相当于主脉彻底大败。至于法堂与刑堂的大族老，他们不属于主脉，虽因老祖的命令也都发动族人去寻找白小纯，可明显的找到是大功，找不到则是主脉的大过。蔡夫人沉默地看着眼下的白家，心底凄惨而绝望。他在这之前无论如何也都想不到，区区一个白浩居然可以让白家如此被动。一想到爱子被杀，夫君被生擒，他的心就仿佛要撕裂开，露出对白浩强烈到无法形容的憎恨怨毒。可以说这一刻的白家若是没有天人老祖，怕是内部立刻就会出现争斗。之所以到了现在也都只是暗流涌现，最主要的还是天人老祖没有表态。那些支脉都在等等天人老祖的表态，此事必然会有一个说法。只是如今的白家天人老祖，他根本就没心思去理会白家的这些事情，就算是白家族长被生擒，他也不是特别的在意，只要白家的基业存在就足矣。不过一个族长而已，大不了换一个就是。他眼下最关心的是白浩，一群废物，一个家族居然无法将那白浩生擒而来。地底密室内，白家天人老祖他猛地抬头，目中露出果断，等不了了，再等下去，一旦巨鬼王干预，老夫就错过了时机，只能赌一把了。白家的天人老祖他狠狠一咬牙，深吸口气后猛地站起了身，他的目中露出幽邃，望着四周7盏燃烧着绿火的蜡烛，沉默了几个呼吸后向前猛地一步走去。这一步落下的刹那，这密室内居然凭空的起了狂风，横扫四方，使得那7盏绿色烛火剧烈的摇晃，很快的就熄灭了一盏。白家老祖没有半点停留，迈步间直接就走出了这7盏烛火围成的阵法。在他走出的一瞬，7盏烛火全部熄灭，随着熄灭，白家老祖的身体立刻就传出咔咔之声，如同骨头在摩擦。他的身体肉眼可见的居然从那枯萎的状态直接恢复了活力一般，成为了一个中年男子。一股惊人的修为波动在轰鸣中从他身上蓦然爆发出来，他的目光如闪电，他站在那，仿佛他就代表了天意7主所命数，可让老夫锁住寿元，能多活一些岁月，可此法一生只能施展一次。白浩，你可不要让我失望。白家天人老祖神色阴鸷，悠悠地说道，他的目中瞬间就爆出了金芒，身体向前一步走出，刹那间如撕开了虚无，迈步直接踏入，消失不见。在白家天人老祖离去的瞬间，白家的天空上有天雷轰鸣而过。与此同时，在距离白家很远的天地间，白小纯正呼啸前行。这一路他杀了不少白家族人，
这些人都不是他主动出手，而是他们围攻而来。白小纯反击之下，这才灭杀。就算是族老，他也都杀了3个了。而眼下，他已快要到了巨鬼城势力范围的边缘。此刻，白小纯面色涨红，他在飞行中双手不断掐诀，在自己身上连续拍着。这种秘法是他在星空道集宗时学会的一种驱除自身烙印的笨方法，以自身气血去洗刷体内的一切印记。虽的确有作用，可根据印记的强弱，时间快的话或许片刻就好，但若是慢的话，数年乃至更久都有可能。具体除了要看印记强弱外，还需看自身的气血的强悍程度。眼下，白小纯凭着他那深厚到了惊人程度的气血，已经连续施展了数日这种秘法。此刻，在快要离开巨鬼城势力范围时，他身体猛地一顿，一口鲜血突然喷出。这鲜血不是红色，而是褐色，在喷出后，于半空中化作了一个模糊的头颅，正是那白家天人老祖的面孔。他死死地盯着白小纯，发出无声的怒吼，这才慢慢地散去。白小纯擦去嘴角的鲜血，长舒一口气，再次感受体内后一种通透之感浮现全身，总算是把那该死的印记抹去了。白小纯觉得身体轻松了很多，此刻精神一振，改变方向，从另一处方位向着远处加速飞奔。最多2个时辰，我就可以离开这片范围，踏入蛮荒沙漠中。到了那里，我身上又没有了印记，看那白家如何找我。前行时，白小纯从储物袋内取出了白浩的笔记，一边疾驰一边研究。这里面蕴含了白浩的心血以及推演之法，更有对于火以及魂的特殊的理解与判断。白小纯这些天经常去看，每一次琢磨体会，都觉得有收获的同时，也在可惜白浩的死亡。这么天资纵横的一个孩子啊，若他活着，身为我的弟子，来帮师傅推演多色火的配方，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其他地方寻找了，他就可以帮我推演了。白小纯叹了口气，加速而去。在白小纯这里驱除了印记的同时，距离他这里差不多普通元婴修士半日行程的地方，一个踏着魂舟的白发老者，他面色猛地变化，脚步停顿下来。这老者正是嫡系的那位追杀白小纯而来的元婴后期，也是主脉最后的希望。可眼下，他的脑海中所定白小纯的神印突然的消失了，而蛮荒太大，这神印消失后，他根本就找不到白小纯，即便是用最快的速度飞奔消失神印的地方，可在他看来，那白浩怎么可能会傻傻的在那里等着？长叹一声，老者还是疾驰而去。不多时，他到了神印消失的区域后，看着四周的方向，他沉默下来，不知道如何去找。西是蛮荒沙漠，北是万古寒川区域，而东是皇城方向。这白浩他到底选择了哪一个？同样在这一刻，距离这里更远的天地间，白家的那位天人老祖，他的身影在苍穹中幻化，面色阴沉，遥望远方。半晌后，他冷哼一声，抹去了印记又如何？天人岂能是你可以想象的？天空所在之地，你就无处可逃。他口中低语，右手掐诀，向着身前一指，身体更是明显的衰老了一些后，整个苍穹泛起波纹。这波纹很快扭曲，不多时，竟露出了一幅画面。那画面里是一片空旷的荒原。天人老祖没有迟疑，竟直接踏入这画面中，身影瞬间消失，出现时竟在了这片荒原后，再次以同样方式施法。一连3次后，在最后一次时，苍穹画面中赫然出现了白小纯正疾驰远去的身影，跑得还不慢，真是令人期待啊！白家天人老祖目露幽芒，一步走向画面。巨鬼城势力范围极大，这片区域隶属于巨鬼王所有，从某种层次上说，就是巨鬼王的领地。在这里，他就是凌驾苍穹之上的最高意志，不是说离开了这片区域就不属于巨鬼王所有，而是在皇城的区域划分上，此地属于巨鬼王。此刻，白小纯已经到了边界，看到了不远处一片浩瀚无边的沙漠，甚至远远看去，还能看到在那片沙漠中，此刻似乎正有风暴轰鸣，吹来的风让白小纯头发飞扬起来。白小纯目光一闪，收起了正在感悟的白浩笔记玉简，稳定了下心神，一晃之下，直接就踏出了这片区域，直接进入到了沙漠中，继续前行。等过去了几个月后，等风头过去，再考虑其他，是回来还是去其他王城所在的区域，通过传送阵回家都可以选择。我也趁着这段时间钻研一下这笔记。白小纯隐隐觉得自己对于更进一步13色火的炼制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此刻速度陡然加快。可就在这一瞬，白小纯忽然面色骤的变化，
猛然抬头时，他的双眼刹那猛烈收缩。他看到苍穹上，此刻随着传来阵阵惊天轰鸣声，一个巨大的漩涡凭空出现。这漩涡出现的太快，开始还是不大，可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就扩大到了万丈范围。一股惊人的威压更是从这漩涡中镇压降临下来，轰！大地一震，四周的沙土都在这一瞬静止不动了，如同这万丈乃至更大的一片范围被生生的从之前的天地中割裂，成为了如同领域般的空间。白小纯呼吸一凝，他清晰地感受到这四周的虚无，这一瞬如同凝固了，甚至在那威压下，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移动都有些艰难。老祖一旁的白家族长此刻猛地睁开眼，激动失声。这白家老祖似乎比红尘女强。白小纯面色变化时，天空上那巨大的漩涡内，此刻赫然幻化出了一张巨大的面孔。这面孔正是白家天人老祖，他目中露出冷漠，在天空上俯视白小纯。区区结丹也敢逆天？天雷般的声音轰鸣而起，震动的四方天地都颤抖时，那句话的8个字竟直接在这天空上浮现出来，化作了8个巨大的符文，闪动多彩之光，向着白小纯这里呼啸而来。在来临的过程中，这8个字居然化作了8个金甲巨人，刹那就要临近。这一幕让白小纯心神狂震，言出法随，一言成冰。他发现自己小看了天人，当初的红尘女显然是因受了诅咒，才会失去了一些自己所不知道的神通，且明显的在境界上不如眼前这老者。此刻危机关头，眼看那8个金甲巨人就要临近，白小纯顿时有些急眼了。他内心咆哮一声，在这危险中，在这关键的时刻，他的身体瞬间就出现了重叠虚影，不是1道，而是4道。4大分身没有走出本尊身体，而是重叠在一起后，爆发出了同样的修为之力，同样的肉身之力，同样的神识之力，如同暴增了4倍。轰轰轰！白小纯身上的威压原本凝固的如同封印，可眼下这凝固的虚无直接就出现了裂缝。在那8个金甲巨人来临的刹那，白小纯抬头大吼，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身体竟向着后方蓦然倒退而去。一声惊天的巨响顿时传来，那8个金甲巨人直接扑空，落在了白小纯之前所在的位置后，仿佛形成了8门金锁般，形成了更强大的封印。而白家族长也在这轰击下喷出鲜血，身体被卷到了远处，昏迷过去。有点意思。苍穹上天人老祖的面孔目中露出一抹讶异的光芒。之前在白家时，他因七主索命，修为受限不说，也无法真身出手让白小纯逃走。仔细一想，也不是太过出乎意料之外。可眼下自己真身降临的言出法随，居然还是被此人避开，这就让这天人老祖越发的感兴趣了。他幻化出的那巨大的脸孔此刻猛地收拢，瞬间就凝聚成了天人老祖的身影。他站在半空中，这片天地似乎在他的身后成为了衬托，仿佛他的一个念头就可让这天地出现惊人变化。他穿着一身白袍，以那威严中带着冷漠的面孔低头看了白小纯一眼后，向着白小纯一步走来。这一步落下，竟在天空上幻化出了一只大角，这大角足有1000丈，从天而降，使得云层碎裂，大地轰鸣，虚无都扭曲起来，向着白小纯所在之处轰轰而去，似要一脚将白小纯完全的碾压在脚下。其气势之强，仿佛将这一方天地的天意都抽来，执行镇压。当年红尘女吃亏是在她所在的位置是2代魁皇明宫，更是深受诅咒，所以无法借来天地之力。可就算是那样，也依旧让白小纯九死一生，可见天人之强。而眼下这白家的天人老祖在自己的家门外，在这熟悉的蛮荒中，他所发挥出的才是真正的天人实力。白小纯心神强烈的震荡，他之前就觉得这白家老祖比红尘女要强很多，此刻也猛然的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胸膛起伏，却没时间多想，更是有种强烈的危机感。自己若是与这大角对抗，极有可能生死道消。这种危险让白小纯脑海都在翻滚。在那大角临近的瞬间，他身体猛地后退一步，这一步退去时，立刻他身影模糊起来，如被分解一样，刹那消失。几乎在他消失的瞬间，一声滔天巨响震撼而起，轰鸣四方后，一个巨大的脚印赫然的出现在了大地上，整个大地都颤抖起来，掀起一层冲击，飞扬了无数尘土。远远一看，如同风暴。在老夫面前，
你逃不走第二次了。白家天人老祖淡淡开口，右手抬起，向着远处一挥。这一挥之下，立刻这四周顿时传出轰隆隆的巨响。在这声响下，居然在这天地间凭空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这漩涡随着白家天人老祖右手的转动，发出更为强烈的声音，同时也疯狂的转动起来。随着转动，一股吸力扩散天地，扭曲了一切虚无后，竟在某种程度上好似形成了时光回溯之力。虽不是真正的时光回溯，可却依旧让这四周的所有存在都身不由己的直奔那漩涡而去。山石也好，草木也罢，都在被那漩涡吞噬的一瞬彻底粉碎。与此同时，在远处的天地间，白小纯的身影明明已经是施展不死劲，想要逃走，可在白家天人老祖施展那惊天之法的瞬间，他就面色一变，他的术法如被打断，身体竟提前的在半空中幻化出来。刚一出现，立刻一股惊人的吸力就瞬间出现，仿佛牢牢的将其锁定，使得白小纯的身体竟猛然的倒退，直奔那漩涡而去。白小纯呼吸急促，眼看自己身体倒退速度极快，他目光一闪，竟猛地转身，目中露出一抹赤血之芒，身体出现重叠虚影，双手猛地掐诀，向着四周蓦然挥开。水泽、国度四大分身刹那出现，立刻就环绕在白小纯本尊左右，同时展开水泽国度。立刻这八方虚无直接化作水泽的同时，一声惊天动地的兽吼也直接从这八方的水泽内猛烈的回荡开来。与此同时，一根根巨大的利刺山峰惊天而起，轰轰轰！这些山峰利刺出现在了白小纯的四周，一根根冲天后又落下，直至五根弯曲的利刃山峰再次拔地而起后，那惊人的兽爪又一次出现了。远远一看，这一幕画面足以让世人震撼。那一座座如山峰般的利刺在起伏中，五根弯曲利爪似要撕裂苍穹，在掀起后，天地色变中，直接从这虚无中倾斜着抬起，向着那漩涡所在蓦然拍下。这是什么？白家天人老祖始终冷淡的神情，在白小纯水泽国度的本命之兽出现的瞬间猛地一变。在他面色变化的一瞬，白小纯水泽国度的本命之兽其冲天而起的巨大兽爪如排山倒海一般奔涌而来，看去时如同是五座弯曲的山峰，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直奔漩涡。刹那间，双方就碰到了一起，声响顿时滔天回荡，轰鸣之声八方震动，使得天地色变，风云倒卷，更是掀起狂暴的冲击，向着四周轰隆隆的不断扩散开来。只是那毕竟是天人之力，白小纯的水泽国度虽强悍，但以他如今的修为施展开来，还是有所不及。此刻随着兽爪落下，随着轰鸣回荡，兽爪模糊，很快的连同水泽国度就消失在了天地间。只有一声不甘心的嘶吼依旧还在这四方余音不散，也可并非没有作用。那天人老祖神通形成的漩涡此刻传来咔咔之声，竟出现了五道巨大的裂缝，这裂缝越来越大，眨眼间就连吸力也都狂乱起来。很快的，这漩涡就砰的一声出现了溃散的征兆。白小纯面色有些发白，喷出一口鲜血，他的所有分身此刻也都鲜血喷出，急速的融入白小纯本尊体内后，他身影蓦然后退。抬头时，他死死的盯着前方那一脸不可思议之色的天人老祖，右手已然从身上取出了水晶魂塔。白小纯的目中露出疯狂，他的气息不稳，身体颤抖，只是此刻他已来不及去紧张，他手里死死的抓着水晶魂塔，灵石已融其内，只要心念一动，就可将魂塔内的最后一丝封印豁开，使得其内的半神魂之力彻底爆发。老头儿，你不要逼人太甚。白小纯双眼透露出要拼死一搏的疯狂，琢磨着不知这魂塔内的半神残魂能否灭去这老家伙。若真能做到，说不定自己可以再获得一个天人魂了。可这念头刚起，他又暗中摇头，他没有收魂的手段，尤其是这种天人陨落后的魂，他更是不知如何去收取。这种方法怕是也只有半神之修才能做到，而更大的可能是无法灭杀这白家的天人老祖。可白小纯有把握，就算无法杀了此人，也能让这白家的天人老祖重伤，且这伤势短时间根本就无法恢复过来，更是会让巨鬼城的势力打破原有的平衡。白家天人老祖眯起双眼，看了看白小纯手上的魂塔，他没有在这上面感受到丝毫的危机，目光随之落在了白小纯的脸上，他的双目内露出一抹奇诡之芒。还是小看了你，你很好，非常好。
虽然老夫也不知道你为何能如此一鸣惊人，可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的血脉的确是我白家的，这样就更好了。”白家天人老祖微微一笑，右脚抬起，正要一步走出，而白小纯这里也看出了这白家天人老祖的决定，此刻大喝一声，正要捏碎手中的魂塔。就在这时，突然的，远处的天空上猛然间就传来了一声低吼。这吼声刚一听似很远，可仔细一听却似乎正飞速接近，使得这低吼越来越强烈，如同有人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跃而至。白兄住手！本座奉具鬼王之命，召见白浩。几乎在这声低吼传来的瞬间，白家天人老祖面色猛地大变，他呼吸一急，目中露出挣扎时，竟速度猛地爆发，一步落下，刹那间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右手抬起，猛地一抓。可白小纯的速度也不慢，几乎在这白家天人老祖脚步落下的刹那，他就猛地展开了全身极致的速度，轰鸣间猛地倒退开来，甚至内心一动之下，他没有立刻捏碎魂塔，而是四大分身再次出现身前，全力阻挡。巨响又一次震天撼地，白小纯的四大分身全部喷出鲜血，近乎崩溃，只能化作白光回到了白小纯本尊的身体内。虽如此，可却为白小纯这里争取了一丝时间。他的不死劲再次施展，几乎在白家天人老祖手掌落下的刹那，白小纯的身体直接就分解消散。白家天人老祖眼中寒芒一闪，抬头看向不远处的虚无：“给我出来！”一句话代替天意。威压中被他所看的那片虚无，白小纯的身影如被逼出，刚一出现，他就嘴角溢出鲜血，此刻头发都乱了，而他的四周更是在这一瞬，虚无好似坍塌，咔咔声下，如同天地挤压在一起，眼看就要毁灭坍塌而来。可白小纯目中却有光芒一闪而过，因为在他身影出现的瞬间，有一道金光从远处一路破空而来，尤其是靠近时，更是如挪一般，刹那间就穿透了白家天人老祖所取代的这片天地，嗖的一声，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那是一道散发金光的玉佩，这玉牌上雕刻着一个头生双脚的巨鬼，四正仰天嘶吼。出现后，立刻就让这四周崩溃坍塌的虚无猛地一顿，在白家天人老祖面色随之阴沉的同时，白小纯的身前，那玉佩的旁边，虚无扭曲中走出一个老者。这老者穿着一身黑袍，面无表情的走出后，一股丝毫不弱于白家天人老祖的修为波动强悍的爆发出来。这老者全身冰寒，散发出阵阵阴冷的气息，他站在那里扭曲了四方，隐隐的在这一方天地内，似有两股惊人的神念正在隔空碰撞，使得苍穹回荡雷鸣，似乎还有一道道闪电出现，正在彼此交错，就连大地也都震颤起来。看着玉佩，看着那出现的老者，白小纯心脏砰砰加速跳动。他之前就琢磨着，白家出事后，其他家族或者是势力说不定会借助这一次的机会有一些行动，只是等了好久也没等到。可眼下似乎自己等到了，尤其是方才这黑袍老者在远处传来的话语内，明显的说出了巨鬼王。白小纯眯起了眼，心底有一些紧张，不由得用力握住魂塔，做好了一旦不妙，自己还是要引爆半神魂的准备。无常，这是我白家的家事，你是何意？白家天人老祖阴沉的望着眼前这位黑袍老者，声音内透出一股冰寒。天王麾下没有家事。黑袍老者平静开口，目中一样有寒芒闪过，向前走出一步，全身气势猛地就爆发开来，形成了一股风暴，冲天而起。白子山，你要违抗天王旨意？白家天人老祖沉默，他看着黑袍老者半晌，面色越发阴沉下来，右手抬起隔空一抓，立刻远处的白家族长的身体就瞬间消失，出现时在了天人老祖的手中。既然是王爷召唤这叛子，老夫自然不会抗旨。白家天人老祖内心一阵咬牙，缓缓地低下了头，向着那玉佩一拜后，抬头时看向黑袍老者。不过此事老夫一定要去拜见王爷，问一个究竟。他一字一顿的开口，从头到尾都没再看白小纯一眼，转身一步走去，出现在了苍穹上，一晃之下消失无影。随着他的离去，这片天地也平静下来，雷声消散，闪电隐去，恢复如常后，白小纯这里心底也松了口气，可暗中抓着魂塔的手却没有松开，而是警惕地看着眼前这黑袍老者。黑袍老者遥望白家天人老祖远去的方向，许久才缓缓转身，目光如闪电一般看向白小纯，
这老者干瘦，鹰钩鼻，使得整个人的面孔看起来很是阴冷，他的目光更是带着一股锋利之意，似要看透白小纯的身体外，包括内心的思绪。跟我走吧，从此之后，你的命不属于你了，而是属于王爷。黑袍老者淡淡开口。至于天人魂，老者提都没提，此物属于白家，他不愿去涉入太深。